桌子底下。嘿，那个桌子底下。把那椅子挪挪。哎，我说大妈，您从过去到现在可都是做领导干部的，领导要走在群众的前头，这种光荣传统您都给忘了吧？算了吧，自打这中心成立以来，哪天不是我打扫卫生？我都快成你们3个的老妈子了。你今天10年9不遇的来早一回，能也该轮到你了吧？要不怎么现在得提倡求实奉献精神？王松，啊，倒杯水给我。哎，我说真是怪事儿，我在你们这混来混去的，快混成男仆人了吧？你倒不倒？啊，到！哎，你这喝死你！你瞪着我干嘛？你还没说谢谢呢。谢？我爹我妈伺候我都没谢过。去，把杯送回去。你是吃了枪药了，还是昨天遭抢了？夏雨，你这是和谁过不去？和谁？还能和谁？还不是那狗东西。哪个狗东西？唐风呗。你最新的男朋友？王松，你要再敢当我面说他是我男朋友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啊，不是男朋友，是这狗东西。哎，他是你男朋友，不是你刚才对我们宣布的吗？哎，我这么大岁数，你还对我怎么着呢？夏雨，不是大妈我说你，你以为爱情是一棵大树，养活了就不用浇水了？其实爱情更像一把爱长锈的铜茶壶，得常擦才能常新。什么？您说那东西是什么？铜茶壶怎么了？嘿，你们笑什么？大妈，我真服了您了。没错，爱情就是一把铜茶壶。对呀，是铜茶壶啊。不是，这都是谁的至理名言啊？思杰说的。哎，夏雨，你听见没有？思杰说，爱情是一把铜茶壶。我说什么了？哦，哎，思杰，哎呦，你来的正好。对不起，这话不是你说的吗？爱情更像一把铜茶壶，得常擦才会常发亮。我才知道，您是专会化神奇为腐朽。我什么时候说铜茶壶了？你忘了在教育 M5和 W5的时候？我说铜茶壶了。哦，嗨，我是说呀，爱情更像一把爱生锈的铜器，得常擦常新。铜茶壶不是铜器。行，大妈，没有人反对您。哎，四姐，哎，你瞅瞅夏雨，她那把铜茶壶又生锈了。我昨天已经帮他擦一回了。哎呀，夏雨呀，你可也真是，你说男人瞒你那么点事儿，那能叫瞒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。哎，四姐，我知道。唐我告诉你啊，都瞒了夏雨些什么？夏雨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妈过去有一个女朋友，跟她丈夫吧生活了一辈子了，老了，突然有一天啊，一个比她还老的女人呢找上门来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原来她丈夫啊在农村还一个老婆呢。哦，你说唐风和这个事儿比，那不是小巫见大巫啊？他要敢干这种事情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哎呀，小唐对夏雨到底干了什么？哎，那个，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嗨，小唐过去有个女朋友啊，现在呢还有点藕断丝连。嗨，这说了半天，等于是一个大象怀孕，最后生出一个小老鼠。嘿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夏雨你也至于的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我就好欺负的呀。夏雨，
男人的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那可不行，人这一辈子能爱几回啊？爱就得爱得完美无缺。大妈，您想想，别说您那是铜茶壶了，就是一瓷茶壶，您都不愿意让他少个嘴巴。说的也是。所以你们谁都别劝我了，算他没福气，我们俩算是完喽。呀，你看你，就这，要是请进唐风，你们就说我死了。哎呀，你看你真是。进来。哟，这同志这一大早这是怎么了？我犯错。嗨，犯错误怕什么的？人还有不犯错误的。来，进来说。请坐。咱们这儿解决不了啊，咱们上派出所啊。你叫什么？丁凡。说说你犯什么错误了？男人好犯的错误。偷女人啦？不是。那，男人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可犯的错误？当然了，您说的这个错误，我也犯了。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，是你把他告诉了你老婆。哎呀，兄弟，这蠢事你也做过。我还没结婚呢。哎，丁凡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你犯了作风错误，难道不应该向你老婆认个错吗？大妈。叫我杨帮办。杨帮办。其实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来着，所以一股脑的就都告诉他了。你说他也刁，我没说完吧，他一声不响，还诱导着我说。这我一说完了，他把脸一变，就说要离婚。你已经爱上别人了，他不该跟你离婚吗？我只说我是犯了错误了，谁说我爱上别人了？你没爱别人，干嘛跟人胡搞啊？嗨，男人什么事儿不敢干呢？妓女都敢嫖。打击面太宽了。这位同志，您是怎么犯的错误？还能怎么样？都怪我们领导，非派着我和一个女同志一块儿出差。让你们一块儿出差，是让你们一块儿往床上出差啊？那你们倒是替我想想，孤男寡女的，朝夕相处，耳鬓厮磨，他没有一个不动心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下大雨，他说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害怕，让我陪他。这起初我是坐着的，后来就也不知怎么就上了床了。这都怪你革命意志不坚定。像你这样的，要是过去，党派你地下工作，敌人使个美人计不是就完了？是，那是。哎，兄弟，这就是你缺心眼了。你做完就完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他呢？王松，啊，不用说，你肯定也干过对不起你女朋友的事儿。没错，干过，你可以告诉他去。但是我不会跟他说我具体做了些什么呀。还是你聪明。你说我当时是被什么鬼迷了心窍了？想起来我就想抽自己俩耳刮子。对，你是该抽自己俩耳刮子。自己家有老婆，还出去干那种事儿。杨帮办，你说当时我就是这么想来着，所以我都告诉他了。可是你们看，他得理不让人，非离婚不可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那就离呗。要离婚，我还到这儿来干嘛？我不离。我们结婚才2年，感情一直很好，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离婚。小事儿，你说这是小事儿？你甭管大事小事的，反正错误我是犯了。求你们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说呀，你回去啊，跟你妻子好好谈一谈，求得她的谅解。你只要他能谅解，我跪搓板、跪暖气片我都干。可就是打那以后，我说什么，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活该，这就是你偷吃腥的好处。杨帮办，
我可听说，咱们这儿解决这种问题，特别拿手。别人还特别告诉我，这5位老同志，我想，可能说的就是您吧。怎么，我的名儿都传到外头去了？行了行了，你也别巴结杨帮办了。像你这种情况叫做咎由自取，我们这儿恕不接待。夏雨，忘了咱们的服务宗旨了。凡是跟爱情有关的，凡是对人民有利的，咱们什么都办。丁凡，交费吧。你老婆的问题交给我们了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快走啊！哎，来了。你呀，你就是改变不了你这个理想主义。这么多年了，男朋友一茬接一茬的，你说你碰到一个理想的了吗？你们找谁？你是丁凡的爱人珍珍吗？你们找错人了。哎，你不叫珍珍吗？我叫珍珍，可不是什么人的爱人。那我们找的就是你了。你们是谁？我叫杨金英，知道不？哦，叫杨帮办，这回知道了吧？你瞧，他们连我也不知道。真是，哎呀，大妈，您就直说了吧。我们是恋爱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中心的，那个您的丈夫丁凡委托我们来给你做思想工作。我没什么思想工作可做。哎，珍珍，这你就没道理了。我这么大岁数，大老远的来到这儿，你连门也不让我们进来。走，进去，今儿我说了算。四姐，你不说说？我看还是先听听珍珍的想法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哎，你什么都不说就提出离婚，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珍珍，谁要丁凡出去干那种事儿啊？他不是认错了吗？只要是人，还能不犯错误？毛主席有时候还犯错误。哎，大妈，啊，别扯远了。珍珍，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猜得出来，你以前不知道认为丁凡有多么好呢，没想到他一出门就干那种事情。你们说说，这次要是原谅了他，下次他还指不定干什么呢？和这种男人在一起，就跟身边躺着一个阶级敌人差不多。你们这些小丫头真是少见多怪。这男人犯那么点错误，那算得了什么？以后看紧点不就完了？我给他自由，让他沾去呗。那你这么说，那家怎么办？家已经被他毁了。你怎么怪他呀？不是你提出的离婚吗？他在外面做那种事情，回来流2滴鳄鱼眼泪，到头来离婚的责任成了我的了。珍珍，这么说你非得离婚啊？非离不可。离了，肯定还得再找啊，这么年轻。思杰，真正这么好的条件，他离了婚还愁找不着对象啊？是啊，对象好找，可你们说的那种男人，世上能有吗？珍珍，我听说你跟丁凡结婚前谈了5年的恋爱，你想想，经过5年的了解，他还犯了这样的错误，那以后经过别人介绍的男人，就不再犯错误了。要是再犯了错误怎么办？再离？大妈，您是过来人了，您说说，这世上非礼勿视、坐怀不乱的男人能有吗？没有，我老头子算世上最正派的人了，也得靠我长期监督。再说了，丁凡犯了这次错误，他肯定得接受教训，他还能再犯错误？
是啊，再说了，他犯了这次错误，你算攥住他小辫了。以后你不是处处拿他一把，你要离了婚，你可就攥不住他了。你要是找了对象，你就成离婚的了，那你后来的丈夫不是又得处处拿你一把？大妈啊，你又说错了。那真真是处处拿人一把的人吗？问题是啊，你要是不离婚呢，这个家还能和好如初；要是离了，这个家可就毁了。你说说。照你们这么说，爱情是什么？一块抹布，脏了洗洗可以再用。不，爱情像一把铜茶壶，得常擦。真真，你想想，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擦茶壶了？不，我没法原谅他。一块白玉再好，有了瑕疵，还不如一片瓦。真真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他就不如一片瓦，你就是白玉。起码我没犯过那样的错误啊！你们走。说起来，这丫头真不识抬举。我都亲自出马了，还要怎么样？我本来都挺同情他的，可是他也感觉自己跟圣母似的，还追求什么完美，简直是小女孩的昏话。我就不信，他这一辈子就没犯过一丁点错误。对了，咱们了解一下，他要也犯过错误，就被咱们攥在手心里头了。来了，怎么样？我们还真碰上了一圣母，是吗？你听着啊，这位真真啊，从上小学开始就是3好学生，一直当到大，到了单位又是先进，在单位的声誉是可耐可耐，人见人爱。她认识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丁凡。至于真正的作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他往那一站，那些有流氓意识的都得绕着弯儿走。哎呦天哪！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可爱的？让丁凡跟她离了算了。咱们算是没什么指望了。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倒是更有信心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他要是久经沙场，咱们就算完了。可真正呢，恰恰是从来都没犯过错误，那他遇到一点坎儿不就得栽呀？据我的观察，越是正人君子，就越容易犯错误。你看那些正派人啊，整天的脸呢愁眉苦脸、苦大仇深的，就是因为啊他在和自己的邪念做斗争。那可问题，我们怎么去引导真正去犯错误呢？我们也不能别急，别急，会有办法。二位，我回来了。嘿，哎呀，我，哎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？王松，麻烦你给丁凡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他那个事儿啊，我们爱莫能助了。哼，我说你们不成吧，你们还非得硬逞能。这事儿要交给我呀，嘿，早就解决了。哼，不是我们无能，是共军太厉害了。你知道那个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一个标准的纯情少女。你说什么？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纯情少女？王松，原来吧，我跟你的看法一样，后来一见到这个真真吧，我真相信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纯情少女。哦，思杰，你也这么说呀？那这真正是何方人士呢？你要认识她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夏雨，算了，你呀，就别让王松去认识她了，王松去了也是白搭。咱们还是给丁凡打电话吧，咱们管不了的这事儿。那你还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不等于激我吗？我还非得见识见识他不行。这个啊，永远找不着媳妇儿的光棍啊！你去吧。那个，我去负责把真正的工作做好。
那要是办不成怎么办呢？不可能，我一出马那别废话了，地址。快，哎，下雨对，。好，哎，啊，就这样啊。嗯。哎，拜拜。你想想看，在一个对爱情已经绝望了的少妇面前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生冷不忌的小伙子，会是怎么样？成了，准成了。哎呦，我真想跟他一块儿去看看呀。什么成了？你们不去做真正的工作，在家干什么？啊，那事儿已经用不着我们了，被王松给抢走了。什么？让王松去了？怪不得王松窜那么高呢。哎，一个小伙子去做姑娘的工作，能做出什么好事来？大妈，这可就是您的错了。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来着？要相信群众嘛。你说王松是那种好色之徒吗？对呀，自从王松到这儿来以后，成天就跟大姑娘打交道，那也没见他爱上谁呀。就是。行，让他去吧。哎，我这心里怎么老七上八下的？哎，这是真人的家吗？我是，你是谁？啊，我叫王松，是爱情帮你办的。又是爱情帮你办，你们可真是坚韧不拔。姓丁的给了你多少报酬？如果必要的话，我给。我可不是来给你做思想工作的，我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离婚的人越多，我越高兴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听说本市发现了一位纯情少女，你想想，年代发展到了今天，还有纯情少女，她得是个什么样？我来见识见识。纯情少女就这么值得你奇怪吗？那当然了，今天的纯情少女她是什么？是堂吉诃德呀，国家得重点文物保护。堂吉诃德？是啊，我都快成了堂吉诃德了。我说，你能不能让我进去？就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，街坊四邻要是看见了，还以为咱们在排练中世纪的骑士故事呢。门开着，愿进进啊。不行，我这人一向羞涩，非请莫入。进。这么多房子啊？请客厅坐啊，吧。这是卧室。请客厅坐。啊，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呀。你管这也叫不错？那当然了，珍珍，你知道世界上还有2/3的人没有得到解放啊？你可真逗，你总这么快活吗？当然了，快活是一种境界，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够走得进去，而痛苦呢是一个陷阱，稍不留神呢又会陷进去。现在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毛病，就在于有一些个失足青年和不少的失足老年。你像个哲学家，你怎么能活得这么轻松？哎，你见过弥勒佛吗？他永远是慈颜长笑，而且是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我做不到。我没有要求你做得到，而且能够活到这种境界的人，除了我以外吧，也就是弥勒佛了。哎，给倒点水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像我这种优秀的青年，能没有女朋友吗？他对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，谢谢。他对我呀，是2只眼睛全闭着，他任我去满世界的疯跑，而且越是这样吧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心里头越是觉得应该去洁身自爱。有的时候吧，我在大街上，突然间我多瞅几眼那个女孩以后，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她。哎呦，我现在就觉得有点对不住她。哎。胡说，
那么你呢？对他也这样吗？当然了，我对他呀，是实行3不管政策，鼓励他去广交朋友。结果怎么样？哎，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。他走了一圈以后，终于发现还是我最可爱。真的啊？那当然了，我骗你干嘛呀？老话怎么说来呢？说对了，家鸡呀打得团团转，野鸡不打满山飞。如果他要是爱你的话，你就是赶，他也不会跑的。是啊，只要爱你，人家不爱你，难怪就要跑了。嗨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你对他不能看得太严。你如果看得太严，以后啊，家鸡也会变成野鸡的。这怎么样？这个眼睛好像比刚才那个大点儿哈，就这鼻子好像是不太周正。麻烦您再调一个看看啊。好。哎，这个鼻子眼儿倒挺顺溜。哎，不知道他那牙，哎，他那牙怎么样？你要几岁牙口啊？这又不是买牲口呢。知道就好。杨老板，您看这。夏雨，百问不厌嘛。哎，不过二妹儿仔，有句老话你记得吧？今日捡，明日捡，捡块牛屎糊住眼。好，我再看一个，再看一个行不？啊，再看一个。哎，就这个了。安排好了，明天晚上见面啊！你们不能包办婚姻呐！哎，就这样吧啊！哎，不能包办婚姻的，这。您走好，走好啊！可累死我了。王总怎么样？怎么样，王总？真真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挺好的。他同意了没有？同意什么呀？不和丁凡离婚呢。那个，还没谈到那段。还没谈到呢，你们都谈什么了？哎呀，大妈，您不能太着急。您知道他现在的精神负担有多大吗？首先要跟他谈，让他的精神负担彻底减消下来。对，太对了，大妈，您看您，平时吧总为年轻人不能很好的成熟起来啊着急。你看王松，一眼看不见，成熟了。你看他考虑的工作多有策略。没错，咱们上回为什么失败了？就因为太着急。要是再这么继续放松下去，咱们得换个人了。哎，那干嘛呀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大妈，您这点领导艺术都没有啊？就是啊，大妈，现在又不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了。王松，你只管去大胆的工作，你女朋友那边我们替你兜着。好。哎，这跟我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，夏雨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对，这和王松的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王松，我觉得吧，你跟珍珍也别老在他那个小屋里头放松。对，你想啊，那小屋啊是他的伤心地，触景生情，那怎么放松得了啊？哎，我建议你啊，去咖啡厅坐坐，去跳跳舞什么的。什么？他跟珍珍去跳舞？大妈，跳舞怎么了？过去那地下党不成天都跟敌人跳舞吗？你说的倒轻巧，跳舞，谁给报销啊？哎，没关系啊，钱该花的就得花呀。大妈，咱给王松报。什么？他跳舞咱们给报销？大妈，您这少见多怪了不是？您去那高级舞厅去看看，有几个不是公家报销的呀？就是，再说了，这个账咱还能找丁凡报啊。为了挽救他的婚姻，王松跟他爱人跳了几次舞，咱给他记着。对，这对头嘛？为了挽救丁凡的婚姻，让一个小伙子跟他老婆去跳舞，不对就算了，那您啊另请高明吧。哎，跳一身臭汗，您以为我愿意去？行，跳。不过王松，有几件事你得注意一下。第一，
高级舞厅不能去，太贵，咱报不起。第二，那灯光暗的地方不能去。第三，哎，跳舞的时候要保持一定距离。还有，那手啊不能抓得太紧。干不住了。哎，小丽吗？是我，啊，我在外头呢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咱们去跳舞，啊，不是咱们花钱，哎，你老公啊现在不是一般人了，有人给报销，啊，哎，就这么定了啊，哎，你等我啊，哎，关了。珍珍，你让我进去啊，进去我跟你说。你走吧，找他去吧。珍珍，是我错了，全是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。你没错，你不爱我有什么错？你快走吧，不要让我讨厌你。珍珍。王松，王松，我正等着你呢，进来吧。啊，过来吧。你说昨天晚上来的吗？昨天晚上我说了吗？因为我昨天晚上我有急事儿，我陪那个女朋友啊去跳舞去了。什么？跳舞也算急事儿？啊，哎，你还准备这么多菜，要知道我就不吃饭了。随便喝点酒吧。不了，我呀心里头一有点什么不高兴吧，我就带我的女朋友去跳舞。哎，这一转哈，金金金金金，哎，金金金金金，哎，什么不高兴的事儿都没了。你女朋友真幸福。嗨，其实哪儿有幸福？幸福都是自个儿找来的。哎，我喝点啤酒啊。像你跟这个丁凡，你们就不跳跳舞吗？不跳。哎，其实你啊，这么好的身材，不跳舞可惜了。我可以教你，其实特别简单，这儿地儿也够。哎，谢谢你。你怎么好像有点不大高兴啊？他刚才有来过。谁呀？还能有谁？丁凡。其实他才是坚韧不拔的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看你啊，就原谅他算了。原谅他？啊。我做不到。哎，那你也太有点儿。先听我说，我那天听了你的话之后，我觉得也许我对他太严，可能对他太苛刻了。我想原谅他，可我办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一想到他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就觉得恶心，我连他的眼都没法看。那丁凡就是个大傻瓜。怎么？你想啊，他在外面做了这个事儿，他不应该告诉你啊，不告诉你，生活不还像原来一样吗？怎么呢？你应该离婚，你从根本上就应该离婚，你嫁错人了呀。为什么呢？你应该嫁一个恶棍，他在外边寻花问柳，是招花惹草，回来根本不跟你说，还把你哄得团团转。你以为呢是嫁了一个好人，嫁了一个好丈夫，可是像丁凡这样的，在外边犯了一点错误，可敢于跟你承认错误的人，是配不上你的。王松，你说话可真狠。唉，我看你是个纯情少女，我真恶毒的话还没说出来呢。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我就是做不到。我做不到怎么办呢？
你是不是一直觉得你特别亏呀？这样得了，你到外边吧也犯一回错误，这样2个人，你一回他一回，不就拉平了吗？胡说！哎呦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是开玩笑，说走嘴了。你这个人啊，一点正形都没有，人家向你求教。你向我求教？哎，你知道美国兵怎么喝啤酒吗？一不留神，我成了这个人类精神上的工程师了。你不知道你对我帮助很大吗？你说我吗？我没觉着啊。唉，男人呐，一个算一个，一点儿也不了解女人。王松，再给我讲讲你好吗？讲我？随便讲，什么都行。哎，我没有什么好讲的。和你在一起，生活不知不觉变得轻松了。哎呦，不好！怎么了？有情况？怎么了？就他一人在，想心事呢。想心事？对，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？没错，肯定是进入情况。有好戏看。是，记住，装傻。嘿。哎呦，嗨。看什么呢？这么用功？哦，我没看什么。我这2天有一点不大舒服。是啊，大概工作太累了。你想啊，白天累了一天了，晚上呢还得陪客人去跳舞，搁谁也不行。这么着吧，王松，等真正这个事儿啊了结以后，我跟大妈说说，给你放2天假，啊。哎呀，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。四姐，真正这件事情还是你接着办下去吧。哟，王松，我可没见你这么装怂我。我不是装怂。那你肯定是有问题。王松，你是不是又借工作谋私利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没好话。嗨，我能是那种人吗？我也太容易下水了吧。就是，夏雨，你把王松看得也太不值钱了。王松，接着干。真正现在的情绪刚刚放松，你总不能功亏一篑。我不干了，我就是认凶，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干了。王松，咱怎么就这么就认输了呢？不是，我的这几招吧，对付不了这种纯情少女。喂，你好，找哪位？王松，你电话。找我的？一个女的。喂。哦。哎。马上是吧？不能，这个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见面再说吧。哎，再见啊。看什么？我女朋友。就是，除了她，谁能有事儿没事儿的打电话呀给你？整天电话就追到屁股后头，烦不烦呐？你听见没有？他说的是他女朋友。珍珍，是我。请进。
珍珍，你又怎么了？他刚才来过。哦，珍珍，不是我又得说你，像他这么忠实的男人吧，不太好找。你要再不原谅他，就太不像话了。他是来向我下最后通牒的。最后通牒是什么最后通牒？他说如果我原谅他，他就回来；如果不，就和我离婚。嗨，那你谅解他不就完了吗？我谅解他，他在外面做那种事情，回过头来倒要我谅解他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是道理跟你讲那么多了，你还是不明白。他是一个人，不是神，你不能要求一个人一辈子一点错误都不犯吧？道理我懂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你爱一个人，你就要学会宽容，学会这点忍让。你既要理解他的长处，同时也要理解他的短处。啊！别哭了，你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我给你擦擦眼泪。你要不要喝点水？王松，啊？男人是不是很容易犯错误？应该是吧。那么你呢？你也犯了？那个珍珍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别走，王松，别离开我，我很孤独，抱紧我，抱紧我，哎呦！不行，我真得走了，我真有别的事儿，真的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别走，王松。看你又退回来了。就他没眼力。诸位帮办。哟，丁凡来了，来。怎么说呢？太感谢你们了。哎呀，不客气，坐，来，坐下。哎，丁凡，哎，珍珍不离了。哎，他从来没这么通情达理过。他不仅原谅了我，而且还说，他过去对我太严了，说以后要对着我宽容着点儿。多好的媳妇儿啊！哎，以后你再做对不起他的事儿，可说不过去了。那是当然。不过你们工作是真有一手。你们是怎么说服他的？嗨，我们也没做什么，就是派王松和珍珍。哎，大妈，你净向着王松，什么功劳你都算在他的账上。其实我跟夏雨一直跟他在一块儿呢，是吧？对。就是，我说嘛，就那小伙子，他也不能有那么大本事。是。那好，就这么着吧。我还得回去。行，哎，好嘞，行，哎。哦，有空到我们家玩去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王松跟他媳妇儿跳舞的事儿，不应该跟他说。大妈，您说呢？哎，这舞票还没找他报销呢。再见了，珍珍。我衷心的祝福你和丁凡幸福。以后我们不再见面了吗？不见了。那天是我不好。不是我不好，是我太冲动了。王松，
我并不后悔。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越轨，等我也越了轨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你我都是凡人，都有可能犯错误。王松，谢谢你。为明天醉。